欢迎收看北境讲文化大革命第22讲，大跃进还魂学大寨。我们经常说呢，要以史为鉴啊，因为如果你对历史反思的不全面啊、不透彻、不彻底，那么它就有可能会轮回啊，有可能重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对于文革的反思极其的重要啊，因为有人说文革从来没有结束过，有人说现在是文革 2.0。 那当然了，即便是文革 2.0 啊，再重来它也不会用同样的名字叫文化大革命，它一定是换一个躯体啊，一个新的政策，一个新的名字，以及有这个符合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些新的特征。但是那个本质啊，那个魂魄是一样的啊，是同构的。那么不只是文革呀，啊，很多的事情都在中国那片土地上重演啊，比如说大跃进。那么大跃进啊，当时是疯狂的大炼钢铁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啊，以及催生了后面的这个大饥荒啊，以及甚至催生了文革。那么大跃进，有人说现在在大炼芯片啊，中国又在进行新一轮的这种基建呀、大跃进这些事情啊，但不用想到那么远。即便在文革时期啊，大跃进其实已经还魂归来。上一讲呢，我们讲了啊，中国假想要跟苏联发生战争，所以呢，当时搞了一个三线建设，这是工业层面制定的一个政策啊，当然了，也是极大的浪费啊，极大的，无论是资源、环境、人力啊、人心啊，都是一种巨大的消耗，对中国人来说。那么今天我们要讲呢，就是在当时啊，基本长达15年的一个农业政策又是什么样子的啊？那也是在农业领域的又一次大跃进。这个就是所谓的学大寨啊，给大家讲讲怎么回事啊。1969年的4月啊，当时是第9届全国党代表大会啊，进行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呢，要选出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啊。那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当选者是不认字儿的一个农民啊，名字呢叫陈永贵。6年前啊，就是1963年那个时候啊，陈永贵所在的村子被一场洪水毁了。那么他呢，不愿意接受政府的任何援助啊，号召村子里的人全凭意志力啊，然后要把这个村子变成一个大粮仓。他们那个地方就叫大寨。那么好，到1964年的12月26日，就是毛泽东的生日啊，陈永贵呢就被邀请到北京与这个毛泽东共餐。那么当时毛泽东就提出了要农业学大寨的口号。那这句话就整个奠定了后面15年的中国的一个农业政策。那么大寨表现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呢？就是人定胜天。这个是毛泽东一直去推行的，就是要靠自己啊，自力更生。那陈永贵呢，他说的是叫3不要政策啊，原则：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这个自力更生啊，当然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了，大跃进的时候就是这么喊的。那么毛泽东看到了快速工业化的关键。在中国啊，你想快速的实现工业化，在当时所谓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就要用劳动力来取代资本。他曾经说啊，这个国家最伟大的资产就是数以上千万计的劳动人口，毕竟人民才是推动历史的唯一动力。然后所有当时的中国人啊，就都被赶着列队的走进了人民公社。接受军事化训练啊，并且听从地方干部的指挥。那大跃进这一场整个的社会实验带来的只是灾难啊，但是呢，自力更生的这个概念、这个观念，在当时中国人的这个脑子里啊，算是就什么入脑入魂啊，
遍地开花。那么到了1964年的时候，中国的盟友已经很少了啊，包括跟这个苏联啊也关系不太好啊，苏联取消了很多的大型的建设的项目。那么64年往后到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啊，那么中国就在国际间被孤立的情况呢更加严重。啊，我们今天所讲的，大家都可以去同比的啊去比较现在和现在往后一段时间中国有可能面对的一个国际局势啊，会不会被孤立，会不会向内缩搞内循环啊，又搞出像三线建设这样的工业政策，以及像今天我们要讲的学大债这样的农业政策。那么自力更生这个口号啊，其实相当的恶劣，它说白了这个话就是让人民自生自灭。你不要靠国家啊，什么养老啊、医疗啊什么，你都不要靠国家啊，你自己去搞定，自生自灭。当然你说出来的这个为什么让人民自生自灭呢？国家很困难啊，这个国际局势很恶劣啊，我们被孤立，敌亡我之心不死啊，我们要这个外贸不好做了啊，我们要自己的内循环啊，激发中国人民的这个创造力啊、隐忍力等等的，这都是借口，就是政府啊不负责任，或者说现在的这个执政党啊不负责任。所以人民现在也是啊，那个时候的人民更是被教导要自食其力，靠自己的力量。那大量的劳动力就再一次被用来填补资本的不足，所以这个大债就成了一个典范。国家当然需要农民去好好种地啊，种粮食，对吧？但是又希望他们不依靠任何来自国家的帮助。大寨在哪儿呢？北京往西南350公里那个地方，在山西的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小角落里，四周都是已经干了的那种河谷啊，和这种陡峭的这种高山啊，围绕着这个地方。毛泽东就认为这就是心目中的模范公社的一个典范。这个村子在1年内吸引了数十万名的访客，很多人都是来吸取革命经验的啊，学习如何自力更生，如何与大自然对抗啊，以及完全平等啊这种理念。这儿就贴着数不尽的海报包括这个陈永贵和村民们一起在田间劳动，把这个荒凉的山区变成梯田然后报纸杂志电影制作团队都跑来跟这些农民们一起工作这一切都不依靠政府的补助在政治宣传里是这样的，而且在整个当时的政治宣传里说，大寨这儿的这些所有的村民都享有免费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好了，到了1968年的时候，已经有大约130万人去过大寨了。说那里甚至有一个演讲厅一个专门供访客用餐的餐厅和旅馆，可以安顿所有的游客，包括一些外国的来中国访问的贵宾还有一些友邦国家的一些官员都来参观。那说白了，当时的这个大寨就是回归到了大跃进的路线，就是一切东西，他们大寨里的一切东西都公社化了。那么大跃进的时候的这种狂热就再一次出现在了大寨模式里，就是农民不仅白天要工作，晚上也不能停不管刮风下雨下雪。因为如果呢是以物质作为一个诱因鼓励人们去努力工作如果以物质作为一种奖励的话，那就这样的模式会遭到唾弃的，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那不是这样的东西，那人的这个热情怎么能调动呢？就是无休止的这种政治宣传，所有的工作场所都装上了大喇叭
你休息的时候，他也在放音乐和歌曲啊，那些红歌，就跟大跃进的时候一样。所以人们就要完成一个又一个的这种基础建设啊，在大寨，你比如在这个大跃进的时候啊，就是要，比如冬天要挖这个蓄水池啊，夏天来产钢。大寨的模式是什么呢？就是移山、挖隧道、开运河啊，无私奉献为大家。所以1958年的时候啊，大跃进的时候啊，那时候喊的口号是3年困难艰苦奋斗，改变中国面貌。那现在到了1964年了，学大寨这个口号就变成什么呢？苦干3年，鼓劲儿干，定教瓦瓷变大寨。然后所以结果当时全国各地啊，上千个的这个土坡上啊，都有用这个石头砌成的这个学大寨啊这3个字。这就是一种政治狂热啊，这是中国最可怕的啊，最令人担心的，哪怕以后共产党不在了啊，最令人担心的就是这种狂热啊，极端化的想法带来极端化的言行，以及付诸到这种群众运动层面的这种狂热啊，政治狂热，以及在哪怕经济农业上啊，政策上的实施上的这种狂热，这是极其可怕的。好，我们接着聊啊。那么当时在中国乡下呀，就光是文革期间就有超过40万人被有计划的杀害。凶手不是红卫兵啊，那个他们深入不了到田间去搞这种破坏，都是邻里之间的那种互相残杀。那么村民们啊，有的也不是说只是在那里坐山观虎斗啊，那么他们也有很多的不满，就是因为当时这些农村的人啊，农民啊，他会关注城里面的那些乱象，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对吧？破四旧了啊，这个运动那个运动，那么这些农民也想参与，因为他们也有很多的不满，他们在想，哎，这个东西能不能我们也参与这个文化大革命啊，在里面获得我们的一些利益。他们最大的不满其实就是来自大跃进时候的那种极端的公社化，就是你的连一个砖头啊，你的家具工具什么的全都被公社化了，不归你个人了，就几乎所有的私有财产啊，在一些公社里就完全废除了，连你身上的这个衣服啊都是归公社的，锅碗瓢盆啊全都充公，因为不允许你在自己家里开火，你必须到这个大食堂来一起吃大锅饭。连你的家里的这个房子啊也都充公啊，全都听从这个组织安排啊，究竟是变成了这个堆肥料的，还是变成了宿舍，还是变成了给别人去住啊，你都没有自主权。在这样的一种统一化之下，人是非常难受的啊，难以去适应这样的环境的。那而且当时为了提升这个钢产量啊，很多的家具农具也都被丢进这个熔炉里，那你这种产出来的其实都是一些没有用的这个残渣啊，然后你牲口的数量就会大幅的减少啊。好，这个是当时大跃进的情况。那么经过这么一折腾呢，就人民公社的在这个中国当时农民间的这个所谓的权威啊就下降了啊，大家不信这一套东西，而且呢非常怨恨，就是你国家啊还垄断了整个粮食销售。所以到了这个文革的时候，这些农民就特别想要重新掌握就是自己对于这个农作物的一个控制权，想要有土地啊，想要可以自由的卖这些粮食，自己定价，想要能够重新获得这个自由迁徙和居住的这种自由。但是呢，因为55年就开始引入了这个户籍制度啊，所以他们就失去了这个权利。那么在某些乡下地方，文革的这个混乱呢，就让农民有了一些机会啊，重新获得一些这些自由。
因为好多的这些政府官员啊，都受到一些政治斗争的牵连呢，他们很挣扎着求生啊，就管不了这么多了。那么，比如说啊，有一项对于陕西省30个县的全面调查指出啊，有超过2/3的地方市场在开办的时候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官方的监管。你可以理解为当时的中国啊，国家在这种层面上它失权了，没有这个权利了啊。所以在乡间呢，有一些地方交易的规模啊，甚至大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你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某处啊，光这个木材的这个黑市交易量一天就有约3万元，当时的物价啊，做窗门棺木啊，这些利润也非常可观，等待交易的人啊排着长队啊等等，甚至啊100多个农民组成个小队就上山去砍树什么，就这一切都完全不依照当时国家的计划来做。就是这样的情况呢，从文革开始啊，1966年夏天这样就开始了。然后呢，再来说说啊，这个文革期间啊，比如说因为红卫兵瘫痪了这个交通运输啊，妨碍到这些地方经济，所以这也是促使黑市出现的一个原因。而且呢，现在都已经不是鬼鬼祟祟的了，看见警察就要跑啊，不是，就明目张胆的去做。你有警察来管，也公然拘捕，这警察有的也管不了了啊，因为民众的这个心思啊都被鼓动起来了，甚至有这个去管的这个警察就被这些民众给活活打死了。这刚才说的还是一些内陆省份啊，你要到像沿海城市的黑市就更加大行其道。你像在广州，所有地下工厂都是为了供给黑市的需求而出现的。就是你当时你只要能够付现金，你几乎可以买到任何的东西，汽油、黄金、武器、弹药，这个炸药啊都可以买到。然后乡村的这些民众呢，也利用这些事情来去争取自己的那个土地啊，自留地。那这就是一种叫什么去公社化的一个行为啊，就我们一定要拿回自己的私有财产啊，去公社化。所以很多地方的人民公社就瓦解了，自留地的数量也翻倍啊。牲口的数量也翻倍啊，就等于人民用自己的方式去求生。江苏省啊，有一些农民就要求政府把之前没收的这些庙宇和祖祠归还。山西省有些地方的人就分掉了所有的公社财产啊，然后呢，还把这些牲口也都带到私有市场上卖掉。那这一切就令中央政府十分的担心。那么只能在1967年2月啊，透过人民日报就号召人民啊，你们要提防乡间的反革命势力啊，因为他们试图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从革命人民手里夺权啊。当然他们有更需要关心的事情啊，在1967年2月就是所谓的春耕啊，因为当时很多地方的中国农民没有心思去播种了。你像在关中地区，就是地方干部啊，对于这个渭河下游河谷的啊，这个很肥沃的这个地带，他们完全没有控制权，最后只能让军队来介入啊，甚至印了600万份传单，用飞机在陕西的上空啊四处的去发这个传单啊，号召人民返回公社去种地。当然，这个共产党也明白啊，你没有办法去对所有的农民开战。你比如在大跃进的期间啊，1959年3月有一份报告，就说乡间有人呢囤积粮食，啊，自己私自囤粮了。毛泽东当时下令要征收1/3的粮食。
而且呢还要腾出了16000辆货车来去做这个工作。所以当时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口号啊，叫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就是抢粮啊，谁先抢到算谁的。那当时大跃进期间，毛泽东下令的这个强行征粮，实际上就是后面那3年大饥荒的也是原因之一。那好，现在8年后了，到1967年5月，那同样又是一份报告发到毛泽东手里了啊，说又有人私自囤粮。那这一次，毛泽东也吸取了一些教训啊，不打算再重蹈覆辙了。他就利用这个事情说什么呢？说 OK 挺好的啊，乡间也要广种粮食啊，加强村民自食其力的能力啊，这等于藏富于民啊，就是特别不要脸的一个说法啊，告诉说这个是藏富于民。那周恩来也跟着说啊，农民总是农民，只要情况好一点，他们总是向资本主义发展。个体经济几千年了，集体才几年，个体经济习惯了啊，这个势力大啊，就等于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所以这一次政府就没有再提高这个粮食的征收额，反而减少了这个要求。那等于正好就和现在这个学大寨的这个精神啊不谋而合了，鼓励中国人自食其力。这同时意味着国家也不会有多余的粮食来接济任何人啊！我没收粮吗？我就不会管你们啊！你们就自食其力。文化大革命呢，是到1968年才基本扩展到乡间的啊，2年之后了。那么就是这些革委会啊，一个个成立，那等于他们就掌权了。革委会掌权之后呢，开始慢慢恢复了一些地方上的秩序。那包括军方的介入啊，那么他们恢复秩序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强制的实行这个大寨模式。首先啊，贴无数的海报，然后就是报纸报道、电台广播，然后拍纪录片啊，那就带领着中国所有的乡村啊，向这个资本主义宣战。那接下来2年里边啊，比如说浙江，就用公费啊，陆续派遣了3万名的干部和农民去到大寨学习。很多人回来后全然信服大寨模式。那到了1969年底，已经有超过200个村庄被封为模范公社。那浙江也好，其他各省也好，当时都有自己的大寨。比如说浙江的这个自己的大寨啊，就叫南堡。这个村庄啊，在69年7月被洪水夷平，也是啊，在这个他们有一个党书记啊，叫李金荣啊，领导下不要任何国家的援助，自己重建房屋，开垦稻田啊，然后要经济独立。啊，人民日报也盛赞南堡是人定胜天的典范啊，于是又有超过160万人从浙江各地跑到这个南堡来参观。那有些地方呢，就完全的就有点失控了啊，因为一些干部急着要重新回归到这个集体经济，大寨就是集体经济嘛啊，于是又开始废除农民已经有的这些自留地，甚至杀掉你们私有的这些牲畜。所以整个省里有1/4的生产小队又回到了大跃进时候的那种极端公社化，就还魂了啊！大跃进又回来了，当然换了一个名字啊，学大寨。那就意味着农民就失去了控制分配收入的权利。所以这一股浪潮啊，就是所有东西都收归啊，归公社所有啊。那当然你引发民众的反抗。那有些农民就趁着东西还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啊，就消耗掉，比如说把这个牲口赶紧宰了就吃了啊，或者乱砍乱伐。所以当这个人民公社要打击资本主义歪风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啊，村民们就追啊，追这个猪啊，就到处都是杀猪的声音，赶紧把猪都杀了，都吃了。
然后就腌成这个咸肉啊什么的啊，藏在这个陶罐里啊，怕人看到。到了1968年夏天啊，差不多乡下就又都恢复成大跃进时候的状态了。所以重新公社化之后呢，粮食对国家的重要性也开始重新获得重视。当时流行的口号就是拿粮食当命根啊，就跟大跃进的时候一样了，国家又呼吁乡间每个人你都要生产粮食，其他的农作物啊，不管你是不是适合当地的这个土壤环境，一律禁止种，什么果树啊、茶树啊、草药啊都要砍掉，有的地方连蔬菜都不允许你种，就种粮食。适合放牧的草原啊，拿来改良田。牲口有的时候也要杀掉啊，因为会吃粮食。就是你不管土地有多么贫瘠荒凉啊，都认为人定胜天啊，死土地里也能种出粮来，就下很重的肥料就胡来。还有呢，每个地方都出现了梯田，因为什么啊？因为陈永贵在这个大寨就搞这个梯田啊。但是问题是，就是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地方。那有的县啊，不只是这个梯田啊，就是说从山上产粮，还要什么呢？从湖里产粮。那就是说，也不管你这个气候啊、地形什么的啊，所有的湖一律填平，森林砍光，沙漠也要开垦。从蒙古草原到这个满洲的这些沼泽地啊，都拼了命的要效法大寨。所以全国上下都遵从这个大寨教条一般的这种一致性。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啊，就是为了要学大寨的梯田，那比如我这个地方没有山，我怎么弄梯田呢？但我又要学大寨，好，我就先堆出一个山，然后在这个山上搞梯田。那么陈永贵当选中央委员之后，那这个学大寨的运动就更加快了步伐了。1969年8月到1971年9月，这是一个巅峰期。因为什么？因为学大寨模式现在和这个当时中国的我们上一讲讲的要准备这个跟苏联的战争这个完全匹配上了因为要存粮这个再说说这个梯田的事儿也是，就是对于环境的破坏你想，在这个陡坡上建了梯田，有些地方不合适那你下雨什么就会造成水土流失嘛，因为原有的植被被破坏了。有些地方甚至从山腰直接就切到这个岩床上。那有些地方小雨就会崩溃你整个一年都要在维护这个事情，你反而消耗更多的资源。草地也变成农田那你要灌溉什么这些，它就会造成一种盐碱化的现象，反而这个土地不够肥沃了。那有些地方的草地就直接变成了废土，比如张家口附近的坝上草原，原本是一片连绵无际的草地风吹草低见牛羊那个草都有多高现在没了那只要一刮风就变成一大片这个焦黄的沙地。青海省约有67万公顷的绿草场被转作为农田，然后很快就沙漠化了，而且这种环境的损伤是不可逆的。那最可怕的就是湖水被抽干，因为很多河的上游都建了这个水坝，湿地被填平这一切都是为了学大寨。在湖北有上百个湖泊消失了，
最大的一个湖位于湖北和湖南之间啊，原本有56万公顷，现在只剩下28万2000公顷啊，少了一半。中国的第6大湖云南的滇池，本来那四周呢建着一些佛塔呀、凉亭啊、庙宇啊，然后19世纪的时候还有一些道士啊在里面啊搞一些洞穴啊什么。好，1970年春天，军方动员了数十万人，要把这样的湿地填平，山炸开，把大石头取出来，然后把大石头丢到湖里，啊，用这种方式来把这个想把湖也改造成这个农田。这个工程是在省级革委会的领导监督下进行的。每天日出时分，军人就会叫农民列队到湖边，然后开始挖坑、堆泥、搬石头、开田，完全人工进行啊这些工作。那么，而且呢，鼓吹啊，我们现在就要跟苏联开战了，或者我们就要跟全世界开战了。那这种带来的压力啊，不同的工作队之间还要竞争。好，最终湖填平了，但填平了不适合耕地啊，因为这泥土太软又太湿，那怎么办呢？只能让人们再填上更多的泥，那你这个产量还是无法提高，但是整体的生态就遭受了一个永久性的损伤。原本清澈湛蓝的湖水啊，变成了完全的一个浊泥一样的啊，然后淹死了很多的动物。1969年的时候，滇池的这个渔获量啊超过600万吨，到10年后就只剩下10万吨。全国各地呢都有军方积极的介入推行大寨模式，啊，就是极力的鞭策啊所有可工作的劳动人口，就把农民啊当成士兵一样对待，寻求提升这个产量。你像这个东北啊，某个由军方经营的国家农场里，所有人都必须在每天早上3点半，在这个哨声中就起床，没有人敢这个怠慢，否则就会被指控为不支持毛泽东啊。所以每个人的表现都被记录下来，垫底的人就会被公开批斗。这些地方干部呢，也要尽全力啊，把这些人啊当成工具啊，当成劳动力去最大化的利用，都想在自己的这个辖区内啊创造奇迹，都希望自己的村子可以变成下一个大寨，然后呢，自己不就可以被邀请去北京见毛泽东了吗？这不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权利和好处吗？那当时呢，有一些中国人也很明白啊，就是学大寨就是大跃进的延续啊，就是大跃进也从来没有结束过。让我们看中国历史就很有意思，就是很多的事情啊，当你研究历史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明确的起止时间点的。我们说文革1966年到1976年，但其实我一直讲，文革不是66年才开始的啊，之前就有各种的铺垫，之前就有各种的引子。那文革也不是76年结束的，这只是研究历史的一个方便法门。那同理啊，大跃进也不是啊，在那个时间点就结束了，它一直在延续，因为整个的这个精神内核、这个逻辑、这个党国的运转治理模式没有改变过。学大寨是这样啊，放到今时今日啊，中国的一些大基建，包括现在要搞的这个内循环等等的啊，这些什么新质生产力都是啊一个意思。所以你看，就像大跃进一样，学大寨呢也是一场欺上瞒下的伟大表演。因为啊，这个大寨本身就是一个骗局，里面的这些模范农民就都只是毛泽东笔下的一些不情愿的表演者而已。因为大寨当时所谓的奇迹般的大丰收是假的，因为就是夸大数字啊往上报，并且呢向别的村子借粮啊，全都堆到大寨，然后搞这么一个假象。
他们的灌溉系统也不是这些农民自己去挖的啊，也是调动了军队去建造的。所以大寨根本就不是什么自食其力，甚至还接受了巨额的补助，就是集中力量啊，所谓办这么一个假事儿啊，把这些国家去贴补啊，搞出一个典范来，虚假的政治宣传，然后让全民陷入一场政治狂热。那这样的事情，大家不是很熟悉吗？啊，这就是中国的模式。那么大寨发生的这些事情啊，在全国各地上演，那就是大量的人力、物力、资金都浪费在这种所谓的示范工程上。几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是这样，大量的浪费在这些示范工程、面子工程上。像从我们上一讲的攀枝花这个炼钢厂啊，到现在今天讲的滇池这个湿地填平啊，都是这样。所以就有学者指出啊，说这在历史上这是罕见的政治压迫和理念错置同时发生，甚至还以专制的方式来决定这些事情的优先顺序和正确方式，那就造成了对于大自然的这种密集破坏，对环境的摧残啊，当然了，以及对于人的一种折磨。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感谢收看、订阅、分享。